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頻道，我是 NC 小葉。那過去幾天我得了一個小感冒啊，對，那報喜不報憂就沒有特別跟大家講。那很可惜，現在還活着啊，這個酸民們可惜啦，沒死。對，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講這個《戰地會6》裡面的新槍。那雖然說是新槍啊，就這個 DB12嘛，但是它也出了2個禮拜了。那想要解鎖這把槍也很簡單，就只要去戰鬥通行證這個加州反抗軍裡面，你把這個通行證打滿，第11階就是這個 DB12啦。但是官方這邊其實有點小賊啊，就是你的挑戰裡面除了要做這個加州反抗軍的這個額外挑戰，裡面有這個獎勵路徑點數，這個要全部做完之外，還要再把州任的第4周有這個點數的全部做完，跟第5周有這個點數的全部都做完，才可以剛剛好解鎖 DB12 這把槍。就如果你完全都不花錢的話，就是還要等2周啊。官方有點小賊啊，感覺有點像，有點想說你如果想玩新槍就得花錢的那種感覺啊。對，就是有點小賊啦。不過就沒辦法，大家得自己去做啊。如果你不想花錢的話，然後順帶一提啊，這個之前有一個那個挑戰大家很頭痛的這個加州反抗軍裡面，在目標處，在破壞的目標處重新補給隊友300次，官方偷偷把它改成30啦，所以現在你應該是比較好解鎖這把槍。那一樣啊，老樣子，在影片開始之前呢，先讓我們進一小段工商服務時間。各位是否已經厭倦了每當海冷發生障礙，或是因為台灣網絡或者你 ISP 的糟糕品質，各種的延遲掉包毀了你下班下課得來不易的遊戲時間了呢？那麼 LEGO Fast 遊戲加速器絕對會是你的好選擇。支援的遊戲多，相容的平台更是包山包海，電腦、手機、家機、平板全都可用。而且除了改善連線品質之外，它最吸引我使用的功能就是地理過濾器了。不管你是單純的只想跟外國的朋友玩，還是想透過限制伺服器達到最高連線水準，又或者是你有各式各樣的原因需要在不支援伺服器選擇的遊戲中切換伺服器， LEGO Fast 的地理過濾器都可以讓你輕鬆達成期望的連接表現。什麼凌晨亞服排不到人，特定區域伺服器崩潰玩不了的事情，從今以後就與你無關了。如果一直以來你也被各式各樣的遊戲連線問題所苦惱着，那就不妨點擊我說明欄裡的連結，去試試看這款 LEGO Fast 遊戲加速器吧。各位如果在免費試用後覺得不錯，也可以在購買會籍時輸入專屬折扣碼 NC， 這樣子就可以無條件的再打7折優惠咯。你各位走過路過可別錯過啦。那麼接下來就讓我們回到正片時間。好，那講完解鎖條件，就來講一下這把槍吧。那 DB12 它是一把雙蹦動式的霰彈槍，就有2個槍管，那它是每射2發會有一次蹦動式的重新上膛的動作。對，就差不多是這種感覺。那從強度上來說呢，這把霰彈槍很中庸。你說要說它強嗎？其實鐵定是沒有的，致命性絕對比不上 M87A1 大前輩。那你要說它弱嗎？也不會說完全打不死人，但是就在目前的遊戲裡面的霰彈槍槍組裡面，實在沒有特別的理由要去選 DB10哦。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數值，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傷害是80，也就是說你就算最近貼臉槍管嘟它嘴巴裡面，然後全部彈丸命中，一發也是死不了人的。因為它爆頭加起來是1倍嘛，所以就沒差。所以就算整個槍管塞他嘴巴裡面，全部彈丸命中，一發也是死不了人的，跟 Saiga 12一樣哦，跟前面這2把就不一樣哦。M87A1 跟1014就是傷害是超過100的，所以這個槍嘟嘴巴裡面是可以殺人的。那這2把 Saiga 12跟 DB12 就是不行，但是 Saiga 12是半自動啊，然後射速300啊，它可以。對，就是可以萬歲衝鋒嘛。但 DB12 不行啊，它每射2發就有一個非常長的重新上膛的時間。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是它最快的射速。哦，這是它最快的射速哦。所以基本上你扛着這種射速跟傷害，在現在場上，尤其是亞服，全部都是 SCW 大人跟 TR7 大人在路上走來走去，隨隨便便就是150毫秒、167毫秒要你死的情況下，這一把槍在近距離上面優勢就沒有到那麼大。那它因為它畢竟是霰彈槍嘛，所以遠距離鐵定是沒有什麼優勢在的。那它的賬面上 TTK 就是官方給的這個數字126的話，它的 TTK 值是476毫秒。對，聽起來好像很糟，不過這個是包含這個重新上膛的時間，就是每射2發重新蹦動式上膛的時間是126。實際上，如果你快速2發打到人，直接把人家打死的話 ，TTK 大概是坐落在214到216毫秒之間。对，我就是有點誤差值啦，比你手動測量的大概在200出頭毫秒那邊，也不算是非常差。對，但是跟 SCW 150毫秒比起來，還是有點差距哦，還是有個50毫秒的差距在。那就不用說，這把槍還非常容易，有可能會2發打不死人哦。
對，那這個就跟我們等一下要解說的這個霰彈槍的機制有點關係啦。那我們就畫面轉一下，先去我們的神奇靶場裡面跟大家講解一下《戰地風雲6》霰彈槍裡面的機制啊。好，那我們進到我們靶場啊，來這個跟大家講解一下霰彈槍的運作機制是什麼啊。目前測試起來啊，在《戰地風雲6》的霰彈槍的機制跟一般的射擊遊戲不太一樣。一般射擊遊戲是這個圈圈是子彈會平均散布在它的彈丸啊，彈丸會平均散布在這個霰彈槍的圈圈裡面嘛。但是在《戰地風雲》裡面呢，目前看起來應該是腰射有一套自己的散布，然後瞄準有一套自己的散布。就這個射出去的腰射射出去這個子彈散的程度，跟瞄準射出去這個子彈散的程度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對，我就打了牆壁很多洞啊，我們在這邊再打一些看看。你看啊，腰射是這樣，哦，然後瞄準是這樣。大家可以看出來啊，有的時候甚至瞄準的時候彈丸還比較散一點。然後腰射的時候，有時候彈丸還比較密一點，不過整體來說沒有差到非常多啦。整體來說沒有差到非常多，就這個腰射跟瞄準的散布沒有差到非常多，對。但是它看起來是套用2個不同的邏輯在運行的。那我剛剛又講的這個圈圈的隨機散布又是指什麼東西？這個圈圈指的隨機散布就是說，它不像一般的射擊遊戲啊，瞄準起來這個圈圈變小，子彈就變集中了。它這個在腰射的時候，這個圈圈不會實際反映出你這個射的大小，它這個圈圈反映出來的是，在這個圈圈裡面這一坨子彈有可能會隨機命中這圈圈的任何一個地方。好，大家可以看啊，就是如果我視角都保持不動，我這樣腰射，這是射在視線，這是中心點的左下方嘛。好，我們移過來這邊。好，這是現在變成左邊偏中了。然後我們再過來，然後這邊變成中間偏下，然後再過來這裡，然後這邊變成中間偏上，好，這樣大家應該就可以感受得出來我在說的那個它的子彈會在這個圈圈裡面隨機散布的這個意思是什麼了。就變成說，你這個圈圈就算真的都對到敵人，但你的彈丸不保證一定都會全部命中，因為它不會平均的散布在這個圈圈裡面，而是隨機找一些點出現，就跟一般的射擊遊戲運作機制不太一樣啊。那如果你要更明顯看到，就是跳起來射，我都跳到最高點的時候射。有没有？你看，同樣都是跳到最高點的情況下射，這個彈丸的散布會差這麼多。對，但是它的那個大小是不會因為彈丸分散的大小是不會因為這個圈圈變大變小而受到影響的。所以這就是《戰地風雲6》霰彈槍裡面運作的機制啊。那為什麼就是說這個麻煩呢？就變成說你近距離腰射打敵人的時候呢，其實有一點靠賽靠運氣，就不一定有辦法打死人啊。哦，你看這個圈圈都是指着他的，大家可以看。好，有沒有？但是這樣子卻沒有死。就算呢，你這都瞄得很準，都是中心點對着他，也是有可能會不死的，就是因為他這個隨機散布。那這裡就非常體現出這把武器的弱勢啦。如果說你用別的槍，好比說隨便就跟他同等傷害好了啦，其他可以一發殺的我們就不講，就是同等傷害的這個Saiga 12。我就算腰射前2發沒打死，但是我可以後續可以衝上去，可以補上去，把我的子彈全部傷害往上補。所以這邊就非常顯現的出來 ，DB12在對槍上面其實劣勢不少。所以呢，如果各位在使用這把武器呢，還是建議啊，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還是建議你是瞄起來射，因為瞄起來的話呢，這個彈丸就會基本上是圍繞着你的準心中間去做散布跟展開的。所以如果你想要這把槍打起來穩定一點的話呢，還是瞄準起來射會相對穩定不少。不過整體說起來呢，這把霰彈槍真的沒有到非常理想啊。就如果你真的很想玩霰彈槍，我還是一律推薦我們的 M87A1 大師兄，這個崩東是一發殺的，或者是1014傷害高，然後是半自動的，這2把其實還是最推薦的啊。DB12呢就比較像是玩具性質的東西啦，那再加上因為它這個槍支本身結構上面的設計啊，就造成它配件也沒有到非常多。就槍口你看就消焰消音就沒了，就2個，然後你的彈匣容量這個雙彈管也不能改，就1個而已。
就整體來說，自地的配件也沒有到非常多，槍管也沒得趕。就一方面來說是升級比較快，沒那麼多配件要解，但是另外一方面來說就是限制了它的可能性跟延展性啦，就比較可惜一點啊，就是這一次的 DB12的這個新槍啦。那影片結束之前啊，打個岔提這個小左輪啊，小左輪是季度任務解的，就你的挑戰這個賽季任務裡面可以解到這個小左輪。這小左輪呢其實很不錯，就他打人傷害也是50，只是2發死啊，但是他射的比起大左輪要快很多，而且視覺後坐力也比較雖然還是大啦，但是比較没有那麼難控制啊。所以这個小左輪是非常建議大家去解的。小左輪我是覺得，如果你打不習慣大左輪的話，這把真的不錯，尤其近距離腰射2發死，才是非常的有競爭力的。好啦，那麼這次的影片呢，差不多就先到這邊啊。如果各位喜歡這類的講解影片的話呢，也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加留言，讓我知道各位對於這些武器還有這些影片是怎麼想的。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吧，拜拜，拜拜。